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这一次的93阅兵，真的让习近平在国际上面颜面有光。他不仅复刻了66年前的照片，你看到这一次他复刻完，旁边站的是普丁，右边站的是这个所谓的金正恩。他完美的复刻之外，他根本是跟全球大秀肌肉。为什么叫大秀肌肉？他这一次的军演，这一次所谓的阅兵。它的军容相当的盛大，非常的标准，包括它的分列式，包括它的阅兵式，甚至拿出了非常多的大杀器，像是有一个航母杀手舰的鹰击，甚至有打击范围可以涵盖全球的战略性核导弹。在这一次的阅兵当中，全球都已经有了警觉，尤其是谁？尤其是美国，你看到川普简直是气炸了，他马上发文点名，他说你习近平，他说你普丁，甚至金正恩，你们是不是来密谋来对付美国的时候呢？照理来说，应该要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在阅兵的场合有自信。但是在这次阅兵里面，你可以发现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习近平的脸总是都垮下来了？就如同这一张照片都是摆臭脸呢？关于这个疑问，普丁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你看到这个画面，这是普丁、习近平还有金正恩准备来走上来的时候，没有想到在全程转播、全程直播的情况之下，普丁开了一个爆炸性、非常惊人性的话题。我们一起来听。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未来可以活到150岁。你没有听错，这3个人竟然聊的话题是什么？长生不老。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习近平的脸他会这么的臭，因为对他来讲，他现在军容盛大，他这一次外交也做得非常好，但是活下去，长命百岁，比什么都还重要。而在9月3号今天，普丁他特别在公开场合全程 live 的情况下问了这个问题，开了这个话题出来，这代表一件事情：难道习近平的身体真的出状况了吗？好，我们现在接到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志彤，我们今天看到9月3号阅兵，大家都在等待，你到底会不会复刻？有，真的复刻出来了。今天习近平在国际上面的确颜面有光。第二是什么？他有没有秀到肌肉？有。今天他各式的杀器通通拿出来，包括我们看到了这个杀手舰鹰击，它专门对什么？对航母。我们都知道美国航母非常的强。那现在拿这个出来意有所指，甚至涵盖全球的战略核导弹也全都拿了出来。而当大家都在看你93阅兵的过程当中，没有想到现在焦点完全变掉了，竟然是因为普丁的一句话。普丁的一句话开了这话题之后，我刚刚讲太吓人了，3个人竟然在聊长生不老，在全国放送、全球放送的 live 当中聊这件事情。不就是证明一件事情吗？你习近平的健康状况真的出问题了。没错，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所谓的大阅兵。但是大阅兵来说的话，中国照理说展开他们所有的最精锐的这个武器啊，结果就讲这一次的普丁呢，真的是来踢馆的。为什么？在上个会里面，他这个出尽风头。但是今天呢，跟习近平的一句闲聊，就没想到反而变成是大家在重点。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问习近平的健康怎么样啊，然后讲到说要器官移植这件事情，无意中是不是揭露了习近平可能健康真的出问题这件事情？对，所以在全世界媒体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好，那我们跟他讲。像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真的是花了1540亿就要复刻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习近平，然后包括普丁，还有这个金正恩复刻1959年的当时的毛泽东、这个赫鲁雪夫以及金日成的这个照片，他达到目的了。他达到目的的时候呢，当然他跟谁呛虾？跟美国呛虾。所以川普第一个时间他也发出了出搜球，他说呢，请习近平呢向俄罗斯总统普丁，还有韩国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转达我最热烈的问候。然后在你们密谋对付美利坚合众国的时候，这超级酸，最热烈的问候，对，叫他们给我小心一点。对，就是还讲啊，我在你冲起来，你搞我看设计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这样。好，那事实上川普很在意这个事情。当然了，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来看说中国到底展出了什么样的武器。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这次里面来说，航母杀手超音速的这个反舰飞弹鹰击21，这次等于是这个所谓中国几乎把所有的核导弹都弄出来了，鹰击15、鹰击21啦，然后东风系列的这个飞弹呐，非常多，核三位一体的，包括说从潜舰的巨浪等等一大堆，然后还包括说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全球的这个东风5系的一体的这个战略核导弹，这是用在这个发射井里面要发射之后灌入一体发射出去的导弹，然后甚至连这个网军的信息支援部队它都展示了出来，然后另外包括这一次一共动员了4万多人，然后近10年来最多的一个状况，解放军这样军容壮盛的时候，照我这样，印太司令部的帕帕罗说什么？如果必须一战，将出现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和盟友与伙伴并肩作战，必定胜利。所以你看。川普校正你们3个人，然后这个帕帕罗校正你解放军，我没你惊你啦。所以看起来的话，美国对这一次的这个所谓阅兵，似乎是他都有在掌握之中。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这一次的阅兵里面来说的话，你看他在这个无论是在主席台上面，或是说他在坐在这个礼车里面来说的话，实际上他的表情都不是太好，而且有人就说，他的脸色不是太好看的一个状况。所以人家就说，到底怎么了？所以我跟他讲，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有非常多传言都说习近平身体不好嘛，对，有人说什么中风啦，然后之前不是到国外的时候还弄个黑杯子，那边不知道喝什么。然后去年的人大闭幕的时候，他们喝一杯饮料，然后不是皱了眉头，大家想在做什么？然后走路有点一拐一拐的，人家说怎么回事？然后今年8月还传说习近平到了301医院啊，然后上海的3个顶级专家到北京来会诊，所以到底怎么样？大家不知道他的身体健康是怎么样。就没想到今天呢，他们在走到这个习近平啦，然后包括说像普丁还有金正恩，他们要走到天安门的这个所谓观礼台的时候了，就没想到一段话。居然让大家傻眼，非常劲爆对，就是这样哦。他们来讲话，对，讲话的时候，然后就说呢，普丁就说，哎呀，这个生物技术的不断在演化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你就可以越来越年轻，然后甚至可以长生不老。然后这个习近平都很难预测本世纪或许可以活到150岁呢，这样一个状况。好，那讲，他们2个怎么会讲到这个东西呢？好，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画面还原之后，你看习近平习近平神情担忧，为什么？如果假设是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了，就会有可能是这样。我跟他讲，你什么时候会问你说，这个器官可以移植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一定是我有状况，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关心我对嘛？所以我就关心你。这样听说你这最近怎么身体不太好啊？那放心，可以器官移植，就是这样的语气嘛。对。所以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好，那事实上这个的确，中国有在发展这个事情。你看之前的中国的301医院广告，他就说让中国领导人延寿150年这样一个状况，就没想到后来发出去后大家吓傻，然后把他这个所谓关闭起来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就知道，从今天的普丁跟习近平这一段谈话里面来说，似乎印证了说，习近平似乎身体一定有一些毛病出现。你看里面最有趣的一句话是什么？大家讲完之后，后面有一句他的画面刚好卡掉，他说可以活到150岁呢。对，他在代表什么事情？如果这句话真的是习近平讲出来的，是表示说什么？他还想证明我身体没问题的。对，没错。好，那我们就讲习近平到底身体有没有问题？我们就说，实际上俄罗斯呢似乎是一直在探听他的这个状况。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这个2017年的时候，你看为什么我们说他健康应该出了问题呢？他实际上出访的时候，你看2017年的时候，他到香港去访问。照你知道那时候呢，大家都说，你只有拍他上半身，你下半身都没有拍，他下半身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到2019年的时候，你看他走路的时候，他当时去法国参访，那法国总统的时候，他跟他在见面的时候，他其实你看他走路的样子，照你看他走路的样子，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拐的，脚有一点点拐到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2019年之后，你看他到最近起来说去这个西藏的时候，你看西藏的时候，人家说，你去西藏的时候脸色是比较黑啊。然后这个还有满脸的白发，还有人说什么他去西藏他晒黑了，还有这种说法。对，没错，晒黑有，所以你要说，你看，所以才会有说，你看这一次，你看93阅兵的时候，你看他脸比较黑嘛，对，有人就说他的左手显然，如果你看他的手好像有一点虚肿的这种，就好像有水肿的这样一个感觉啦。对，那两人那讲话的时候，事实上他这次讲话，我们必须说讲话比较有气无力一点点，所以很多人就说他身体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状况，你看脸色，然后这个神情。我们不能够说他的表现是这个神情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那整个阅兵的时候的画面，好，那我为什么说俄罗斯非常在意这件事？赵总，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卢卡申科不是今年有跑到中国去吗？对，跑中国去的时候，他不是要见这个习近平吗？对。然后就你知道，因为卢卡申科算是这个中国的好麻吉，
所以照理说，如果你去访问中南海的时候，过去都是住在瀛台接见，对。可这次没有在瀛台接见啊，这次人家就说，这个格局好像不是瀛台啊，那好像是在瀛台旁边的一个叫这个纯益斋这个地方。那这个纯益斋这个地方，而且他的老婆跟女儿都在这个地方嘛，所以然后他们又办了一个家宴嘛，那他老婆跟女儿不是有出席嘛？他有跟你说，这是我女儿第一次出席这个国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你好像身体有一些微恙。那个时候我们还说什么？是普丁派卢卡申科来到中国，要来探你习近平的虚实。对，没错。好，那显然他没有住在瀛台，他住在纯一阁，那显然是在养病嘛。他女儿跟老婆都在，那所以就到事实上，所以他可能来跟这个看看习近平的好坏，因为这个习近平万一健康不好的话，对普丁影响很大嘛。所以呢，事实上你看，所以你看一连串的这个试探，然后今天。这个普丁就打出了真正的王牌，这个身体要器官移植这样，所以呢，这其实是有一连串的。普丁他根本就是最懂习近平健康状况的人，对，没错。其他人怎么说都可以辟谣，但是普丁说的绝对是对的。他摸得很清楚啊，他卢卡申科也见过他，然后他这几天也亲自跟他见面过。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这个普丁啊，他在去年5月的时候宣布，全国科学家要投入所谓抗衰老的疗法，然后提出这个顶级的这个政策，维护国民的健康这样一个状况。而且他是发函给全国的科学家，结果他是真的，我们以为说他只是窥习近平，没有，他是真的发函下去，而且他是用抗衰老的疗法。我们就说，中国历史上不是有秦始皇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吗？对，派了徐福出去。那你通常会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就是表示说我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嘛。你看秦始皇派那个徐福出去没多久，他去这个所谓去巡查之后没多久病逝了嘛。所以显然他当时可能身体就有一些状况。那你看普丁这样，普丁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他很多影像，他的确也不能够说他身体真的非常好。那尤其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哦。他之前呢有一个叫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科学家，这个俄罗斯的科学家他主要是要他就有这个所谓这个斯拉夫徐福之称，徐福就在找长生不老药嘛。对，俄罗斯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生物学家，这个人类学还有这个老年研究所的这个创始人，这个弗拉基米尔这个哈文森，他这个人是最重要，就是他跟普丁有见面，对不对？他就是普丁的徐福。对，没错，他要帮普丁呢延长寿命。然后他就说什么？他注册了13种药，然后64种基于钛的这个饮食补充剂啦，然后把这个普丁的这个寿命要延长到100岁。真的假的？对，然后他还研究阿尔兹海默症还有帕金森症。那你为什么要研究这2个病呢？是不是普丁也有？因为你是普丁的重要的科学家嘛，那你研究这个当然是这样子嘛。所以普丁还颁给他所谓的友谊勋章，就说我够厉害，就没想到他在前几年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呢，他原本要帮普丁要活到100岁，结果没想到他不幸77岁就过世。不是，他要帮人家活到100岁，对，结果你77岁你就走了。对，没错，因为可能药还没研发出来，他就过世了嘛。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普丁也，所以你要说普丁这次去，他可能跟这个习近平要求说，你有没有什么器官移植的方法？也不一定的状况。而且你看哦，等他77岁走的时候，没想到这一篇贴文你就知道，对，普丁对他来讲多重要。除了你刚刚讲有发这个友谊勋章之外，走的时候竟然有一段话，他说：“这个九州衰伤，天地同哭，徐福东渡，秘方何在？”他真的要求这个长生不老当然，我觉得目前为止，所有国际上的这个独裁者，当然都希望活得越久越好嘛。所以我就说，搞不好这一次，虽然说他跟这个所谓习近平问，搞不好是他问习近平，你有没有什么器官可以给我移植，也不一定了哈。所以呢，2个人的健康当然都是全世界关注的。不过现在还有一个状况是什么呢？赵总，你知道吗？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话，中国这一次，甚至现在网络上已经有一个说法，说习近平为什么脸色那么难看？因为现在有人说他可能在这一次的10月要4中全会之后，他可能就会下台。为什么？因为现在听说他军权也不稳嘛。这一次你看在阅兵台上面几乎没有看到什么解放军的将领，那就有人说他是被软禁，被怎样？很多说法哈。但是无论如何来说，假设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阅兵来看的话，你看我们讲几个重点。第一个，贝森特说什么？我最快10月要跟这个何立峰见面。对，那10月底嘛，10月底是什么？10月底刚好就是4中全会结束之后，搞不好当时的这个领导已经不是习近平啦。不是习近平的话，所以我们10月都在谈。假设我10月初谈，结果后来换成别人，那我谈有什么意义？所以呢，那为什么要10月底？所以呢，他压了这个时间点，就美国显然 know something。
他就知道说啊，那我就压这个时间点。他在等待，如果你中国10月真的出大事，对，10月底之后还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谈，是那个才是真正的可以跟我谈的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说什么丁薛祥啦，还有包括说像赵乐际在斗争一大堆的这个逻辑，甚至最近一段时间，你看还有胡春华。这胡春华事实上是团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最近居然这个所谓曝光度上升，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呢，我才说嘛，10月的四中全会之后，搞不好习近平到底还能不能够在这个位置上，不知道。不然的话，你看，如果既然是说，如果真的都大权在握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为什么阅兵的表情是这个样子？然后为什么这个普丁会问我身体的这个情形？所以我才说，事实上，习近平最近的动态值得我们注意观察。静平，我们都知道93阅兵前，我们看过非常多的画面，北京城跟戒严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旁边一大堆的一些武警、公安，甚至特警，都是把它摆在那里，甚至有种滴水不漏的味道。结果没有想到，就在93阅兵的前一天，广州竟然出大事了，竟然出现了宪中事件，这一台车竟然无差别的攻击，竟然无差别撞了4公里。但我觉得最吊诡的是什么？你看到这个警情通报竟然说什么？是因为驾驶他疲劳，你疲劳怎么会开到4公里，连撞4公里？所以在93大阅兵前夕啊，照理说风声鹤唳的关键时刻，却在广州这个地方热热闹闹的喧嚣之处啊，发生了这个宪中事件。而宪中事件呢，这个当事人也不断的横冲直撞，你知道吗？他从这个荔湾区的鹤洞大桥一路狂飙4公里，开到了海珠区的庄头公园，才撞到了其他东西停下来。但是沿路所撞之处啊，包括所经之处啦，几乎惨不忍睹。你可以看到，我用死伤整集来形容，多少路人。多少电单车、多少机车或脚踏车骑士在那边，有的被撞得躺在地上，碍于尺度的关系，只能用马赛克处理，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太过这个血腥的这个场面，因为这个车祸实在是非常的这个惊悚啊。结果你看到这样子横冲直撞，这是无差别的。甚至可以说杀人啊！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给大家看的是这个行车记录器，路上很多人他用手机把它拍下来，马路上到处都是被撞碎的物品，还有撞翻的这个车，还有倒地的这个行人。这画面也太惊人了。对，有些行人据说还直接被白布给盖上去了，被撞的人不乏大人还有小朋友。那所以呢，甚至有行人被拍到卷到了这个车子底下，有一辆这个车子底下，在白车的车子下，民众呢也非常热心，直接大家合力想要把这个卷到白车底下的这个行人，把他这个车辆抬起来，把在车子底下的这个人给救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当然是事发之后啦，很多热心的民众在旁边帮忙。那后来疑似肇事的这一辆黑车啊，它也停在了这个旁边，最后撞到了东西停下来，车头它已经撞烂了，也被这个大陆当地的公安警方，他把它这个制服了。制服了之后，照理说你警情的通报或者是发布新闻，你要对外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啊？对，无差别的这个冲撞。结果你没想到，你看他写经初查，事故系司机疲劳驾驶引发，在93大阅兵前夕，在9月2号昨天晚上8点多发生的这一起事故。广州当地警方的警情通报，你是想粉饰太平吗？你只有这样的4两拨千斤的一句话，疲劳驾驶。这谁能接受？哪有怎么可能4公里疲劳驾驶？哪有那么扯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新闻，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其他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轻重伤，然后怎么样送哪些医院，你怎么一概不提呢？似乎都有让人家觉得你想要淡化这起事件，一切都为了93大阅兵铺垫，不想触怒天子在阅兵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啊。但是说到93大阅兵，光是给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日程表，你有没有看到给大家框起来的地方？对，除了这个是 Morning Call 早上3点呢，这个非常惊人。9月3号，就是我们今天阅兵的这一天，你3点是清晨3点，天还没有亮就要起床了。没错，所以你看到3点起床。我们知道阅兵的时刻是到了早上9点、9点半以后，到了10点多才结束。结果你提前7个小时就要 morning call， 然后3点15到4点吃早餐。而且你看到没有？除了这个 morning call 特别在凌晨3点之外，9月2号早上跟9月3号的下午就今天下午，
这2天还要去参观什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呐、还要观看烽火桥心的相关纪录片。这个我就简而言之啊，其实就是一个爱国教育，就是要接受爱国教育。那当然啦、你既然回来看93大阅兵，看的是什么？抗日。反法西斯的战争的胜利80周年的纪念，那你当然要看一下当初为什么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这些相关的这个教育纪录片。但我刚刚跟大家讲，在93大阅兵的现场是非常的严格安检，滴水不漏。我不敢说每一个苍蝇或者每一只蚊子都飞不进去，但是你看到在现场的时候，昨天就空荡荡的天安门广场，可是到了今天开始有不少的这个记者抛出来说他们去接受安检。一早3点起床之后，3点4点，然后就上了车，天还没亮就摸黑出门，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呢，还不能带自己的早餐。美国CNN驻这个中国大陆北京的记者麦卡锡，他就有说啊，现场你不能带自己的早餐，连茶水跟牛奶都不行，都不能带，你只能领他们的早餐包。你说早餐那也就算了，你看到他说什么？不得携带纸张或其他可能被作为宣传的材料。心想，那你怕了。第二什么？他只允许携带口红跟眉笔，其他都不能带。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规定？你要知道，这个是 NBC News 他们驻北京的这个记者 Flyer 他所讲的。他说，主要是因为如果你携带的这个纸张，尤其是白纸的话，记不记得几年前中国大陆白纸运动，或者是有相关的纸上面，你可以在上面拿着什么奇异笔或涂笔涂啊或者是在上面发挥写一些抗议的标语或者字句。你突然在这个阅兵车辆经过的时候，你举起来，那他们不是倒大霉了吗？而这个 NBC News 的记者他还讲，他们的这个办公室是在这个阅兵路线长安大街，还有经过到天安门广场那这个路线中间，他们的这个办公室，你看门还被上了封条。在昨天呢，昨天以前他们已经被检查了好几次，到昨天之后呢，直接被过去把那个百叶窗跟窗帘拉下来，还去检查跟柜子和水龙头有没有问题，最后直接把门上了封条，请他们离开，连他们的办公室都被封锁起来，严密之程度，你再看北京的这个地铁上面。到处都是3步1岗5步1哨，地铁上全部都是公安跟警察，也都很多的安检，你才知道说，似乎他们在这个严密的防漏上做到好像如临大敌呀。廷尉，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说93的这个阅兵对习近平来说特别重要？你看到这张图，你就完全知道。还有什么？连媒体进去的时候，你都不可以对天安门的城楼来拍摄，只是可以拍起什么阅兵的现场，等于是什么？从维安到拍摄角度。到你要讲什么话，都有精心做安排，这安排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对习近平来说，他底下有经济的压力，他底下有这个逼宫的压力，我们刚刚讲接班人的压力，外面还有美国的压力，这个93的阅兵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背水一战。对，现在这个阅兵哦，其实他要证明一件事情，因为8月都传出说他身体状况不好，或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而可能下台。但是9月3号的现身就是要去破除这个谣言了。对，那除了破除谣言之外哦，他也把这些好兄弟全都找过来哦。这些好兄弟呢，包含普丁，包含金正恩。那这些人来了之后，其实就是给他壮胆用的。对，那壮胆用的概念就是说，意思是说我今天来讲的话，大家共同面对美国川普的这种威胁。那问题是说哦，整个现场来讲的话，其实弥漫了一股非常诡谲的气氛哦。这个诡谲气氛，当然大家看的都是什么军事武器嘛哈，或者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拉出来亮亮相。但是实际上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来讲的话，发现到胡锦涛不见了。朱镕基不见了，而现场我们看到的是温家宝这个现场。对，那现在也就是说哦，在有一些元老级的人物来讲的话，消失在这个荧幕上，基本上是一个蛮诡谲。因为至少10年前的时候，江泽民还健在，胡锦涛还健在的时候，他们都有上城门去。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哦，在现场来讲也取消过往来讲什么将领的方队，因为最近来讲的话，很多将领都被整肃了，在中央委员会当中或者政治局当中，包含何卫东、包含苗华、包含很多的其他的将领们都不见，消失不见，而这些刚好就是习近平所拉拔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有人提到说，那这当中就是说看不见的人、消失的人，或许才是习近平要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其实才是中国目前未来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个，他的军权到底能不能掌握得住？对。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他的接班人到底是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看到。而现在大家听到那句话，说他可能会活到150岁那一句话，对，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传一件事情，包含中国大陆朋友在传一件事情，或许
习近平已经不是什么第4任的问题而已，而是可能长期一直执政下去，像过往的康熙皇帝，真的是皇帝了过往的雍正皇帝都一直死在任上，也就是说，他有可能一直把持的政权。一直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发起所谓的反腐斗争哦，已经得罪了数百万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人等了哈，包含共产党员、公务人员等等之类的。如果他一下来失去政权的话，他的下场真的会非常惨。所以现在已经有传出一种声音说，他为什么一直希望说他的身体一直延续下去？为了他的家族，为了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或者他的女儿不被斗争，所以他必须要留在那个位置上一直做下去，做到他。这个身体状况不行了，所以为什么今天跟普丁在讲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普丁他也是一会做总统，一会做总理，一会做总统，现在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未来来讲的话，他一直到2036年的时候，他一直还是干着这个俄罗斯的总统。而普丁也在展现他的 muscle， 展现他的身体状况很不错。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各国的领导人，包含川普也好，包含习近平，包含普丁，都在展现自己的健康没有问题，能够持续的执政下去。而且我们看到这次什么？这一次阅兵的过程当中，包含北韩的金正恩还特别带了女儿来，包含了其他国家的元首也带他的接班人来。我心里想说，我们刚才也在讨论习近平的接班人或许会是谁，或者是就像你说的，当皇帝当一辈子。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一张照片，我吓傻了。你说去中国应该会有人帮你开车，结果这张传出来是什么？是普丁自己开车。普丁这样开车是不是也代表一件事情？只有我不需要所谓的接任的人，我一个人真的可以干很久了。对，这个照片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也就是说，这个有传出说，在上合组织天津会议开完之后，这个普丁呢不愿意说别人帮他开车再到北京去，他自己亲自开车从天津开到北京。但是这有些是传言了，没有办法去证实。但重点是什么呢？普丁在证明一件事情，为什么他常常要展现出自己开车然后载着别人，就是代表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好，对，自己状况很好，能够掌控这个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各国领导人，你看包含金正恩带着自己的女儿。这个第一次到中国去，第一次出国，然后去参加这个阅兵，也在呈现给大家金氏王朝有后继有人。所以在包含卢卡申科也带着自己的儿子到了北京去，也是在证明说卢卡申科也是后继有人。换句话说一件事情哦，这一场阅兵来讲，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看中国的军事武器，但实际上大家都惜家带眷去证明一件事情，我都有接班人。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